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人这一生最难想通的，其实不是贫富，也不是成败，而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突然走进你的生命，又为什么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。我们常常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样的关系，好像认识了很久，甚至会说像是久别重逢。佛法里把这种感觉叫做宿缘。所谓相遇，从来不是偶然。你今生遇见的每一个重要的人，都不是第一次见面，只是你忘了。地藏经里有一句话，很多人听过，却未必真正听懂。众生起心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。意思并不是责怪众生，而是在告诉我们，每一次相逢都是因果推动的结果。你会对某个人一见如故，不是因为他有多好，而是你们在某一世已经欠下了一段未完的姻缘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很多相遇一开始就带着浓烈的情感，爱得快，走得近，离不开，仿佛冥冥之中有一只手把两个人推到了一起。但人世间最残忍的地方就在这里，我们太容易把有缘误会成有结果。于是当关系开始变质，当争执、失望、痛苦慢慢出现，我们就会开始问，如果这么有缘，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？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，你只看见了相遇的那一刻，却没看懂缘分真正的走向。佛法讲缘分，从来不是为了让人执着，而是为了让人看破。地藏经中反复强调一个概念，缘起缘灭各有时节。有些人出现是为了偿还，有些人出现是为了成就，还有一些人出现只是为了让你学会放下。你以为那是一段失败的关系，可在因果里，那可能正是一次功德圆满。为什么说相遇若是久别重逢，那离别就是功德圆满？因为真正的缘分不是永远不散，而是该相遇时相遇，该离开时离开。很多人痛苦的根源并不是失去某个人，而是始终不肯承认这段缘已经走到该结束的地方了。佛法里有一个很重要却常被忽略的视角，缘分不是为了满足你，而是为了完成因果。你们在一起时，也许互相陪伴，互相伤害，互相成就。你们分开时，也许痛不欲生，无法理解，满心不甘。但站在更长远的因果里看，只要该还的还清了，该学的学会了，这段缘就已经圆满了。很多人以为只有白头到老才叫圆满，可佛法告诉我们，不再纠缠也是一种圆满。有些离别并不是谁对不起谁，而是因果已经走完，再继续只会彼此消耗。地藏菩萨的愿力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慈悲之上，不是强留众生，而是度众生离苦。当一段关系已经从善缘变成了苦缘，从互相扶持变成互相折磨，这时候的分开并不是失败，而是一种止业，止住继续造业，止住继续纠缠，止住把彼此拖入更深的痛苦。可惜的是，大多数人只看得见情绪，看不见因果，只想留住感觉，却不肯面对缘尽。于是明明已经该放手，却一再回头；明明已经没有善果，却执着于最初的美好。
佛法并不否认痛，痛本身就是因果的一部分，但佛法真正想教我们的是，在痛中看懂缘分的真相。如果你正在经历一段让你痛苦的离别，如果你始终放不下某个人，也许不是因为你还爱，而是你还没看懂，这段缘其实已经完成了它该完成的使命。你会慢慢明白，不是所有的失去都是惩罚，也不是所有的结束都是失败。有些离别真的只是功德圆满。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越是走心的关系，最后越痛？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真正让你难以释怀的人，往往不是对你最好的人，而是让你最纠结、最消耗、最放不下的人。佛法里对这种关系有一个很清醒的判断，那不是单纯的爱，而是业力在牵引。地藏经中说，众生轮回六道，多因情念而起，多因执着而缠。情并不只是温柔的东西，它同时也是轮回里最有力量的一条绳。当你遇见一个人，情绪极其强烈，爱得很快，痛得很深，怎么都断不干净，佛法不会说你太傻，而是会告诉你一句实话，这是一段情业未了的缘。所谓情业，不是浪漫，而是因果。也许你们在某一世彼此亏欠过，也许你们在某一世相互伤害过，也许你们在某一世答应过什么却没有做到，所以这一世再相遇，情感一开始就很重，不是为了幸福，而是为了清算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关系一开始极甜，后来却极苦，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来给你甜的，而是来让你了结的。可人最容易犯的错，就是在业力最强的时候，以为那是真爱，于是开始执着，开始幻想结果，开始想要一个不属于这段缘分的结局。佛法从来不否认爱，但佛法提醒我们，不是所有的爱都会通向善果，有些爱只是因果在走最后一段路，你越想抓紧，业力就拉得越紧，你越不肯放，痛就越深。地藏经里讲过一句很重的话，若不觉悟，业缘牵缠，生死不断。意思是，如果看不清缘分的性质，就会在同一条情业里一世又一世的轮回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这一生在感情里反复遇到同一类对象，同样的伤害，同样的模式，同样的痛，这不是命不好，而是同一条业力还没走完。而走完的方式并不是继续纠缠，而是你不再用旧的执念回应旧的因果。可惜的是，大多数人做不到，明明已经看见痛，却还是心软；明明已经被消耗，却舍不得；明明已经知道没有未来，却还在等一个改变。从佛法的角度看，这不是深情，而是不肯结业。真正的了缘，不是把对方留在身边，而是你内心不再需要用这段关系来证明什么，不证明被爱，不证明价值，不证明付出值得。当你不再需要这些，这条业力才算真正松开。为什么很多人在一段关系结束后会突然开始成长，性格变稳了，心不那么乱了，甚至整个人都安静了？佛法会说一句很简单的话，
因为这一段缘终于走完了。走完并不一定是和解，也不一定是释怀，而是你不再被它牵着走。地藏菩萨的慈悲并不在于让每一段关系都圆满美好，而在于让众生从苦里出来。有些关系如果不结束，你这一生都会被困在同一个情绪里。所以当一段关系走到尽头，你可以痛，可以哭，可以舍不得，但请你慢慢告诉自己一句话：不是我不够好，也不是这段感情没有意义，而是它的因果已经走到该停的地方。真正的慈悲有时候不是继续爱，而是不再纠缠。你会慢慢发现，当你不再用痛去完成一段已经完成的缘，人生才真正开始向前。很多人以为放不下一个人只是因为爱得太深，但在佛法里，真正放不下的从来不是人，而是你在这段关系里耗掉的那部分自己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不是舍不得对方，而是舍不得那段投入过的时间、情绪、牺牲、忍耐。佛法把这种状态称为执取。地藏经中反复提到一句话：众生之苦，多由贪、嗔、痴而起。情感里的放不下，往往不是贪爱对方，而是痴于过去。你痴迷的不是这个人现在是谁，而是如果当初不这样，会不会不一样？可惜因果从不走回头路。当一段缘分已经走到尽头，你却还反复回忆，反复自责，反复幻想重来，其实是在做一件很伤福报的事。你在用现在的心理去供养一段已经结束的因果。佛法里讲福报，并不是迷信，而是一种极现实的能量流向。你把心、时间、情绪、精神不断投向一个已经无果的地方，那这些力量就无法流向新的善缘。所以你会发现，长期沉溺在一段旧情里的人，不仅感情不顺，连整个人生状态都会慢慢下滑，精神疲惫，运气低迷，判断失准，对新机会视而不见。不是命变差了，而是福报被困住了。地藏经讲得很清楚，业未了时，强求不得；业已了时，强留为苦。很多人正是在业已了的时候，拼命想要强留。你以为你在争取，其实你在消耗；你以为你在深情，其实你在折损自己的心理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不是不痛，而是不在痛里继续制造新的因果。佛法从不要求你立刻放下，但它提醒你，不要用执念去对抗因果。你可以怀念，但不要沉溺；你可以难过，但不要反复折磨自己。当你一次次想联系，一次次想解释，一次次想证明的时候，请你轻轻问自己一句：这是在了缘，还是在续业？如果是续业，那它一定会继续带来苦。而真正的了缘，往往很安静，不吵，不闹，不纠缠，不证明，甚至不需要一个清清楚楚的说法。很多人会觉得不甘心，什么都不说，怎么就算结束？可佛法告诉我们，因果从不需要你的认可，它只认你有没有继续投入。当你不再投入，不再反复回想，
不再用情绪供养这段关系，它自然就会慢慢淡出你的生命。不是因为你冷漠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把力量收回到自己身上。地藏菩萨救度众生，不是替人改变因果，而是教人如何不再被因果拖着走。有些关系注定不能陪你走到最后，但它一定有它完成的意义。也许是让你学会界限，也许是让你看清执念，也许是让你知道，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换来结果。当你真正明白这一点，你就会发现，离别不再只是失去，而是一种功德圆满。因为你没有继续制造新的怨、新的执、新的情债，你把这段缘安安静静地送回因果里。很多人到这个时候，心里其实已经明白了一半，明白这段关系走到今天不是偶然，明白彼此的出现也并非错误，只是还差最后一个关口。情理上懂了，心里却还不肯松。佛法从来不急着让人放下，因为真正的放下不是一个动作，而是一种看见。你什么时候真正看见了因果，执念自然会松。地藏经里有一句话，很多人读过却没真正体会，缘会则生，缘尽则散。这句话看似平淡，却是所有痛苦关系的答案。相遇的时候是因缘成熟，离别的时候是因缘已尽。并不是你不努力，也不是对方变坏，而是这条因果线已经走到终点。客人最难接受的正是缘尽这两个字，因为一旦承认缘尽，就意味着你必须放弃期待，放弃假设，放弃那个如果当初的世界。而那个世界往往是你用来对抗现实的避风港。但佛法从来告诉我们，直换为实才是一切苦的开始。你以为你在守护感情，其实你在守护的是自己不肯面对的空。地藏菩萨的愿力不是让所有关系重来，而是让众生明白，空并不可怕，你才可怕。当一段关系离开，它带走的只是一个阶段的陪伴，留下的却是你该完成的修行。有的人修的是看清人性，有的人修的是放下执念，有的人修的是不再用爱去交换安全感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真正从一段深渊中走出来的人，往往变得更安静，更稳，更慈悲。不是因为冷了，而是因为不再向外抓。他们开始把心慢慢收回来，不再用别人的回应决定自己的价值，不再用关系的存续证明自己的存在。这一步在佛法里叫做回向，把向外流失的心力回向给自己的人生。当你做到这一点，你会发现一个很微妙的变化，你不再急着开始新的关系，却反而更容易遇见对的人。不是因为运气变好，而是因为你不再带着旧业进入新的缘。很多人感情不顺，不是因为没遇到好人，而是每一段新关系里都夹带着旧情的影子。当影子还在，心缘就站不稳。所以佛法才反复强调，了旧业才能生新缘。而真正的了，不是恨，不是断，不是否定过去，
而是承认他已经完成了他该完成的事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离别不是失败，而是一种圆满。现在我们再回头看这句话，相遇若是久别重逢，那离别就是功德圆满。你会发现，它不是安慰，而是一句极其清醒的话。久别重逢，说明这段缘不是第一次来；功德圆满，说明这段缘终于可以走完。佛法看缘分，从来不是看你们能不能在一起，而是看你们能不能在这一世不再互相消耗。如果相遇让你觉醒，那它就是善缘；如果离别让你止苦，那它就是功德。很多人一生都在追问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为什么我这么痛？可当你真正站在因果的高度看，你会明白，不是你被选中受苦，而是你终于走到了该结束这一段业力的节点。能结束本身就是福报。有些人一生都困在同一段情业里，反复轮回，反复痛，反复不行。而你至少已经开始看见，当你能把一段关系放回因果里，而不是绑在自我里，你就已经站在修行的路上了。不必急着原谅，不必强迫释怀，只要你不再用执念喂养它，时间会自然替你完成最后的超度。是的，超度的不只是对方，也是你自己。把这一段缘轻轻放下，不是否定爱，而是尊重因果。最后，卢叔送你一句话，作为今天的结尾：情若未了，是业；情若能放，是福。愿你今后在遇见人时，不是为了填补空缺，而是带着完整的自己。愿你在离别时，不再怨，不再执，而是知道这一程已经圆满。这里是卢叔讲经典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